性第二类脸型做了3种治疗，不是很满意，回过头来做正颌手术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聊聊骨性第二类脸型的人，他们常常做了3种治疗之后，仍然对于治疗的结果不是很满意，那又回过头来做正颌手术。我现在跟各位讲一下骨性第二类的定义。骨性第二类，它通常合并了上下颚骨之间的骨骼的差异，通常都会合并一个旋转，它的那个咬合平面是高角度，高角度的意思就是说咬合平面一般人是比较平一点点，那他们比较旋转往下旋，所以这样导致于下颚跟下巴往后收进去，这就是骨性第二类。那第一种你们看到的是下巴，但是常常忽略了上唇跟下唇之间、唇跟唇之间的后缩，下唇会远比上唇要往后面，那下巴又比下唇再更往后面常常他们会去做垫下巴的手术，但是大家想一想，垫下巴它必须要越过下唇、越过上唇来去跟鼻子，我们大家都在讲inline，垫下巴手术的医生就非常的难为，因为他必须要突破这个inline来让他的鼻子跟下巴能够碰在一起。所以它就会导致过度垫下巴，唇和沟，这个沟会非常的深，典型的一种不是很协调。第二种呢，就是患者一开始没有打算要做正颌手术，他又要求矫正科医师上面牙齿跟下面牙齿能够碰在一起，所以这时候呢，矫正科医师就会被迫拔掉上面的2颗小臼齿，上面的门牙呢往内压进来。那往内压进来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呢会让牙龈会越来越低，因为它会往下往内压进来。这时候你的牙齿的角度就会呈现一个内倾的状况，然后会增加牙龈的露出量，又却没有办法解决下巴后缩的问题。再来就是拉进来之后，其实你的真正多的部分是在上颚，所以这些人通常还是会有嘴唇闭合不全的问题，他还是要用下唇上用力往上关才能够碰到上颚，就是他们这些人看起来非常清楚。第3种呢，也很常见的就是类正颚手术。什么叫类正颚手术？就是或是有人叫做小正颚手术，它就是利用这个把上面小臼齿的空间，然后其他地方都不动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前面的6颗牙齿的骨块呢，直接往后缩，小的正颚前面6颗牙往后缩，来成就咬合。好，那它会带来什么问题呢？第一，因为这样子的治疗计划呢是忽略了下颚骨后缩，然后呢用上颚骨来去迁就或是将就下颚骨的后缩位置，所以做完这种小类正颚，通常它确实能够成就咬合，但是通常它会把上颚骨推得太平，导致于这个地方会凹进去，然后会丧失上面牙齿的露出量，所以这些人会觉得软组织好像多出来，嘴唇就变得松掉了，特别是这个地方整个松掉。而且呢，这些下颚骨后缩的患者通常都有呼吸道狭窄，而且有睡眠呼吸中止的高度的情绪的一个忧虑，所以说做这种类正颚呢，只将上颚骨往后推来改善咬合这件事情是无法让呼吸道破坏的。